在了解开悟的人是怎么思考之前，我们先简单的了解一下禅是什么。第一，禅修不是要得到什么，而是要去除什么，例如放下执着、除去欲望、去无存精等。第二，注意啦，聪明知识不是禅。事实上，禅是很贬义，用文字和语言去教授的，就如同《道德经》说的“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”。这也是为什么六祖慧能大师即使不识字，一样不妨碍他悟道，并且开悟也不是来自上天的力量，你的头顶并不会出现一个小光圈，而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的修行。第三，坐禅是让你练习关注时放下的艺术，而且坐禅是可以张开眼睛的哦。之前我有提过我在阿姆斯特丹吃蘑菇的这个经验，当时我就是觉得整个世界好美哦，我就是很专注在眼前的美景，心无旁骛的。禅的世界，禅认为宇宙之外没有一个神，宇宙与人是一个无法分割的存在，是一个整体，只有 this这个的存在，而我们每个人只是这个伟大整体身上的其中一个细胞而已。一旦生成，这个细胞执行功能，死亡，转变成另外一个表现。所以禅和脑之间的关系是，由于禅的关照注视的不是所谓的神，而是刚刚讲的这个伟大的整体，或者说是伟大的自我。这个伟大自我的经验就是从脑部而来的。所以我们得先搞清楚一个观念，什么叫做我？但是建立自我的机制很复杂，所以这里就简单说明一下就好。建立自我，按照书里所说的，它是由头部和喉咙的感觉所引起的，形成一个自我的模糊概念。原文是 self-feeling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有自尊心、自卑感的感觉。有些人还会开始寻找自我，但是开悟却是体验到自我的消失，是不是很奇怪呢？那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，假使现在你眼前有3个人，跟着第4个人抵达现场，这第4个人是一个开悟者，请问在这第4个人的眼里，另外3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？如果是我们一般人，我们会很清楚的能分辨出这是 A、B、C 3个人。可是在开悟者的心事里，他却会把这 A、B、C 3个人加上自己看成是一个整体，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到这里，我相信很多人很难理解自我的消失是什么样的感觉，因为我也是，我以前也一直觉得，很多人说要去除自我，要活在当下，这些我通通都不能理解。直到这个蘑菇的体验之后，我有生以来感受到什么叫自我的消失，而且是真的无法言传，只能意会。虽然时间很短暂，但是我曾经有过那样的感觉。所以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自我的消失是这么困难的呢？起码对一般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。这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已经和这个自我有很强的连结，但是开悟者却是反其道而行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即使改变了观点，那经验呢？而且自我有好多层次，除了经验以外，还有心理的自我。打一个比方，例如你经过一栋房子，你觉得很有感觉，那是因为你儿时曾经住过这栋房子，但是其他人呢，却毫无感觉。不过就是一栋房子吗？他们不会和你有相同的感受，对这栋房子有相同的感情，这个就是心理的自我。所以开悟者在所谓的消除自我之前，他其实要消除好多种类、好多层次的自我，才能达到开悟的境界。所以要消除这么多自我的感觉，他们的脑部活动是怎么样的呢？他们的大脑要挑战的是瞬间消除脑部的这些联系，修正脑内许多神经回路的流动方式。但是不要忘了，这些神经回路可是遍布我们的大脑。好，也许到这里你还是听得模模糊糊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只要晓得消除自我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，可是对于开悟者，他却是轻而易举，而且是瞬间就能得到。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实验，右手去碰左手指指尖的部分，形状的感觉会出现，这是因为右手指把左手指当作了物体，而右手指的皮肤敏感度会下降，只有模糊的感觉。反之亦然，这2种经验无法共存，这是因为我们大脑下的结论是固定不动的指头才是物体，手指必须是个物体，即使这也是你的手指。坐禅，坐禅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。那么坐禅会不会是开悟者修正神经回路的方式呢？在禅修打坐时所经历的一些体验和脑部的活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打坐训练有助于释放基本的神经功能，这个理论会导致一个假设出现：当正常的功能以新的方式连接时，就可能出现神秘的经验。有研究人员认为，脑是以超越物理学的方式在运作。这样的观点表示，我们的脑是会发展出新特性的。
它们是在比较大的系统内透过相互作用产生的特性，例如 H2O 的凸现特性。如果我们只知道水是氢和氧这2种气体组成的，我们无法想象水 H2O 是液态，对吧？打坐中的脑波，打坐初期，阿尔法波会增加或者幅度增大。做容易的工作或自动化工作时，阿尔法波会持续。有经验的打坐者打坐时，50% 的脑波为阿尔法波，没经验的打坐者则为20%。接着，西塔波会增加。部分原因是打坐者可能想睡觉了。坐禅中出现的脑波主要为西塔波，第3期出现的是贝塔波。此时，打坐者下颚肌肉是完全放松的，与快速眼动睡眠期相同。不同的是，打坐者并没有真正的经历快速眼动。如果你在这个时候给他一些按钮，指示他按红色或蓝色的按钮，他能马上做出反应，不会有错误哦。有经验的打坐者会处于清醒和嗜睡之间，并不会真的入睡。我们平常的清醒生活充满大量的资讯刺激脑的思维，坐禅则有减速作用。脑的许多系统的运作在低速的状况下其实是比较有效的，某些直觉功能在不分心的觉知状况下会更能显现。如果你无法打坐，也可以做一些其他能够帮助你专注的事情。那么在开悟中，你会经历的一些现象是发生在大脑的哪些地方呢？杏仁核，杏仁核是我们经验恐惧的主要部位。例如用电刺激杏仁核，你就会立刻感到恐惧，比见到鬼还有效。在开悟中会暂时失去恐惧感，因为打坐和呼吸互为影响。例如吐气会让杏仁核安静下来。海马，记忆形成的准则是，一件事发生大约2年后，记忆就会在脑中分散至各地，留下踪迹。最终，这些记忆痕迹会巩固，很难被新的损伤抹去。所以，海马损伤会让我们记不起最近发生的事，但却仍能保有旧有的记忆。开悟若要转化一个人的旧有习性，那就意味着他必须减除某些大脑功能，改变几个脑区。例如海马3区到海马1区的外部，但又必须有别于局部损伤所造成的功能性失常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的脑功能出现损害、失常，你就有可能经验到全面性短暂失忆的症状。但打坐者却刚好相反，不是失忆，而是全面性的超忆症。打坐者会经验到大量瞬间的思绪涌出，是不是很奇妙？事实是，打坐者的大脑在开悟转化时，能正确记录崭新的知觉感受，而且不会像做梦一样醒来就忘。打坐者当下的感受记忆会被完整的保存，在脑内留下踪迹，让打坐者以后能找到路径，帮助他们在每次打坐时进入状况。我之前去荷兰玩的时候，有在迷幻蘑菇的体验文章下写到一段很神奇的经历。当时我记得，因为是第一次尝试嘛，然后我就吃了那个迷幻蘑菇之后，我就躺在床上，就静静的等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，我就放了音乐听，结果突然之间，就是那种思绪大量瞬间的涌入，就是好像有很多的事情发生，但是那个事情是你的记忆，是你过往的记忆，很多的记忆，就好像人家说的，就是在你走之前，你所有的经历会有一个类似 flashback 的感觉，然后就很多的想法、记忆都涌现，那种感觉很奇妙，就是让你觉得好像你过了一生这样子。等我醒过来，就是回过神的时候呢，我赫然发现，我当时不是听音乐吗？那个音乐只过了不到半分钟。可是我却感觉自己刚刚经历了一生。多巴胺，多巴胺系统在人脑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产生显著的动作效果。帕金森病人服用左多巴时，这个药会在体内转变成多巴胺，会活化他们的缓慢动作。覆盖多巴胺细胞比较敏感，如果有声音出现，或者是被触摸时，它就会突然放电，长达3秒钟。而禅修时也可能触动某些多巴胺细胞放电，其作用不仅是在活化禅修者的动作，还能提高其注意力，并且禅修隔离也会提高打坐者对感觉刺激的敏感度。可以说，打坐者一旦开始进入状态，他们脑部的神经回路就开始准备，渐渐变成高度活动的状态，让他们开启知觉，变得敏锐，进入一系列新奇的感受经验。疼痛反应。我们都知道吗啡与鸦片能减轻痛苦，还有对疼痛的心理反应，让病人在情绪上与疼痛分离。禅在某种层次上也会出现这种分离的现象。我们一般人如果把手放入冰水中，会感觉到刺痛，对吧？但如果换成有悟道体验的打坐者，他们对疼痛的感受却会降低。如果我们也想降低疼痛的感受，除了用吗啡等药物外，就得靠脑部手术。
例如前额叶或扣带回的切除才能办得到。所以这些打坐者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打坐者在打坐中到底体验到了什么？根据打坐者自述，打坐时会体验到瞬间的自我消失，只有广大的、空无的，没有声音，但听到无声，看不到东西，却看到空无。一、无自发思绪；二、特别清明的觉知，扩散进入周遭空间；三、身体自我的消失；四、明显关闭所有视觉和听觉；五、深度的幸福的平静；六、呼吸极度缓慢或停止。点线表示先前的界限，剩下的是安静的外在世界被隔断，除了喜悦和幸福感，其他感觉无法进入。禅语脑的作者说，当一个人朝向持续开悟时，是很难用言语形容的。一定要说的话，开悟者给人的感觉应该是轻盈而活泼的，好像我这样。即使仍有烦恼，但能够时刻关照，消除烦恼的根源。就像前面所说的，只要换个角度看待事情，一切就会不一样了。好像这次的疫情，我手里的所有项目都停了，我被迫去做很多以前从来没做过的事情，像是直播啦、电商啦、美妆品等等。结果是我学到了很多，更清楚年轻人在想什么，这个世界在流行什么，让我觉得我早就应该踏出舒适圈。原来我错过了那么多，所以当你碰到辛苦的时刻，不妨先冷静地想一想，你从这个苦能获得什么？有了这样的体悟，至少能保证你的苦不会白吃。希望经验神经学的发展越来越好，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人脑是如何转变自己，并且实际地应用在生活当中。我是樱桃洋子，我们下回见。